小城里面啊穿梭一下，就跟我们刚刚在停车场拍的一样啊。这边呢都是一些算美国式的商业街区吧，就他们去办事都是要开着车去的，所以路上没有行人的。但是这就是他们的风格吧。我们就借道穿行一下，再去找到5号公路，去一下西雅图。一般美国的这些小镇呢，大部分啊都是靠近高速公路的，前方1/4英里呢就可以上5号高速了。好，我们顺利的转向了5号高速公路向南的方向，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西雅图。嗨，大家好。现在我面对的呢是 Seattle 的一个 Premier Outlet， 就是华盛顿州的一个 Outlet。这是我继温哥华 Outlet 以后的在北美遇到的第2个 Outlet。今天是礼拜6啊，你看啊，这个 Outlet 门口的停车场几乎停满。刚刚一路高速公路从温哥华过来，路上车况良好，并没有看到很多车，但随着到了这个Outlet呢，就发现这边车都停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如果不是这边挂着美国的国旗啊，还有加拿大国旗啊，因为它很靠近加拿大边境了，所以他非常希望吸引加拿大人到这边来购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挂着两面国旗，美国和加拿大的。但这个 Outlet 呢，就是更美国式，建筑风格呢是有些五花八门。这些房子就跟搭积木似的一样，一个个搭得起来，就没有什么专门的套路，显得美国风格自由自在。那趁着到这边呢，也到里面随意的去走一走啊，当做休息。基本上这些品牌啊，跟在加拿大Outlet看到的也不相上下，应该也差不了多少。看到逛街的人比较多，大包小包提在手上的大部分都是亚洲面孔，弄得不好很多是中国人啊。这边不是司机的也会有些这种餐车，卖一些小零食。这个地方呢，我记得以前是来过的，但真的不知道是已经有多久没来了。今天下着雨啊，但幸好现在已经雨停了，所以还是可以在里面稍稍的逛一逛。其实这种Outlet呢，对于这边北美的人来讲啊，他们就是度一个周末，开着车到这地方来逛逛。一个呢，可能采购一些他们想采购的一些衣服、包包，还有一些其他的化妆品之类的。而更多的呢，可能就到这边来凑凑热闹，在人多的地方呢逛逛，然后呢吃餐饭啊，估计也就是一些food court的快餐之类。但这边居然开着那么漂亮的花了，你看。边上呢就是咖啡店啊，也有一些轻食。就跟上次在温哥华机场边上的Outlet闲逛差不多啊。大家就看看，可能稍稍风格有些不同，但是那些店内的风格、里边的装修还有卖的东西呢，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懒得进到店里面去，就是感受一下这个Outlet的大家的人流，在这边一种氛围就好。刚刚一路开车过来，在路上看着那些既熟悉又因为很多年啊变得稍稍有些陌生的这种高速公路两旁的风景。基本上呢，美国还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度，就通过高速公路呢连接很多的这些小镇。路过一段地方呢，其实就是有些当地小镇的一些商业中心，或者呢是一些办事的地方啊。所以呢，整体上来讲，美国还是停留在一个汽车工业时代啊，就每个人都开车。在几十年的发展之中呢，
他们已经慢慢的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文化。虽然美国呢是一个相对历史比较短的国家，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并且呢，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式的这种传统，整个的体系系统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再加上国家有强大的这个国力支撑，所以不断的输出他们的文化。就像我们在这个奥利里面看到的，几乎这种传统的购物的形式，其实在全世界都得到了推广。即便在中国这种仿美国这种奥利的商业中心也是比比皆是。但是美国可能也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接下去它的经济何去何从？它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不是全世界的老百姓或者这些国家都要以美国的马首是瞻？特别是这几年全球化带给美国老百姓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慢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减弱，他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更高的价格，更多的支出来获取这些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在通货膨胀背景底下，美国老百姓也因为油价的攀升，各种生活物资的涨价，就造成了很多人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在一个资本全球化还没有结束的过程当中呢，美国老百姓也面临着他们赖于生存的这些像住房、生活的费用的大幅的攀升，所以都在说，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现在连吃一餐麦当劳都要斤斤计较。虽然这样的奥莱呢，看上去人还不少，但是毕竟能够到这边来花大把钱消费的美国人呢，其实也并不多，而且绝大部分人呢，我看也是两手空空，其实也就凑个热闹而已。所以我相信，大把花钱的美国人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当然，深陷于这种通货膨胀的痛苦的国家，并非只有美国，很多发展的很快就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获益享受的物美价廉商品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老百姓呢，现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也是现在年轻人也是面临着生活质素的下降，这些呢都是现实。今天呢，我就是来到这个西雅图边上的奥莱呢，当一回过客其实就是开车半途的休息的一个地方，随意的走走看看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名堂。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一段当作我们的旅程当中的一部分分享给大家。